中国的最后一根稻草也塌了。曾被寄予厚望的旅游业，如今成了2025年最难做、最绝望的生意。青海省旅游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下属13家子公司同时宣布破产清算。这家肩负振兴青海文旅产业的省级巨无霸国企，口号喊得震天响，3年投融资100亿，5年上市。结果5年没等来 IPO， 却烧光了4.8亿元注册资本，留下的只有一地鸡毛。有人形容这起事件是中国文旅业的恒大时刻。没错，这不是一场简单的企业破产，而是一场全国文旅梦的崩塌。青海旅投的崩盘几乎就是一部现实版荒诞剧。公司高管团队集体被撤换，部分负责人被查，账面上竟然出现2371万元投资无产权营地的离谱项目，甚至在收购一家资不抵债的公司时还倒贴3000万元。这是一种怎样的管理逻辑？连内部人士都苦笑，不是没人算账，而是根本没人敢问。类似的故事正在全国上演，从云南、张家界、桂林到西安、大连、西藏，全国的文旅项目正在经历集体失血。据 Wind 数据显示，截至2025年一季度，44家上市文旅公司中有25家营收负增长，占比高达 56.8%， 连航空公司都被拖下水。南方航空、中国东航、中国国航3大航母在2025年一季度依然深陷亏损泥潭，分别亏损 7.47 亿元、9.95 亿元、20.44 亿元。中国文旅梦成了一个连国企都撑不起的无底洞。比青海旅投更荒凉的是那些被复制粘贴的古镇。最典型的案例是大庸古城，这座被宣传为张家界的文化名片的重磅项目，2021年试运营，2025年就被媒体爆出3年半累计亏损 5.47 亿元。光是2023年折旧摊销就吃掉了5000多万元，财务费用、房地产税更是让人头皮发麻。游客不来了，摊子还得照顾。最后，这座人造古镇成了地产业的烂尾样本。而这种失败并非偶然。中国旅游研究院的最新调查显示，51.3% 的游客认为各地古镇有点相似，38.5% 认为非常相似。不论是丽江古城还是仿古镇，卖的都是一样的手串、烤肠、麻花。建筑是统一模板的青砖绿瓦、假水车和假戏台。所谓的非遗手艺人，其实是义乌批发回来的古风摆设。这些古镇从一开始就注定只剩壳子。他们不是在传承文化，而是在制造幻觉，用文化的名义盖房子、圈地皮、借贷款。更让人迷惑的是，官方数据显示，2025年第一季度国内出游人次达 17.94 亿，比去年同期增加 3.75 亿，增长 26.4%。出游总花费达 1.8 万亿元，同比增长 18.6%。看起来旅游业红红火火，实际上却是表面繁荣，底层塌陷。那钱都去哪了？一位旅游业内人士直言，钱没进景区，进了平台。在线旅游平台瓜分了流量入口，短视频博主拿走了话题红利，地方政府靠补贴撑场面，真正落到文旅项目和景区运营商手里的只有零头。游客数量的增长被高昂的成本和平台抽成稀释殆尽。过去游客的钱能留下，现在游客留下的只有脚印。青海旅投的破产只是冰山一角，在它背后是中国地方政府文旅投资体系的系统性坍塌。据中国债务地图2025最新统计，全国超过 70% 的省份设立了文旅投资平台公司，总数量超过500家。这些平台几乎无一例外都背着沉重债务在硬撑。数据显示，仅云南、贵州、
甘肃3省的文旅平台债务余额就超过4200亿元，其中贵州文旅集团有息负债高达613亿元，利息支出占总营收的47%。更离谱的是，贵州某地一家县级文旅公司总资产仅6亿元，债务却高达8.3亿元，几乎所有资金都用来造景区、修古镇、建酒店。文旅投资成了地方债务的又一出口。一位不愿具名的文旅集团财务总监透露，我们搞文旅，其实是变相搞融资平台。文化只是幌子，投资才是目的。结果呢？项目建了，游客没来，贷款下了，债还不上，领导换了，账烂尾。2025年一季度，地方国企文旅债务逾期率创下历史新高，部分地级市的文旅平台已经连续2个月无法兑付银行利息。有人调侃中国的古城比游客还多，更现实的是，中国的文旅债比门票收入还快。文旅强省全域旅游，一县一景一镇一 IP， 过去10年，这些口号几乎写进了所有地方政府规划中。从表面看，这是文化复兴；从财政角度看，这是债务传导的包装术。青海旅投、贵州文旅、湖南文旅、江西旅投，无数省级文旅平台被赋予一个虚幻的使命，靠旅游拉动 GDP。但在资金链断裂之前，他们干的几乎都是房地产的事：修古镇、造景区、盖酒店、建商业街。旅游项目成了地方财政融资的影子通道，银行贷款、信托资金、地方债、企业债，一环套一环，最后全部压在游客头上。可问题是，中国的游客正在减少消费。据文化和旅游部公布的2025年最新数据，人均单次旅游支出下降到1004元，同比减少7.6%。换句话说，游客虽然多了，但他们更抠门了，到哪儿都是拍照打卡，不消费。这是很多景区从业者的共识。过去游客会在景区吃、住、买，现在只拍照、短视频打卡就走。一个流量时代的免费参观，彻底击碎了文旅投资的旧模式。地方政府曾希望靠旅游造血，结果却反被反噬。文旅平台的债务成了地方财政的毒瘤。以贵州为例，贵州文旅集团2024年营收仅为18.3亿元，却要偿还超过41亿元的利息与本金。同样陷入困境的还有广西旅投，负债率高达78%，其中超过60%为短期债务。在湖南，一些县级文旅平台甚至直接借新还旧，靠卖土地抵押景区门票收入做抵押贷款。然而，随着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，土地抵押再也换不来钱。多位业内人士直言，现在的文旅平台已经不是企业，而是债务池。2025年，国家审计署通报指出，全国共有62个地市级文旅平台存在资金链断裂风险，累计涉及债务规模约3700亿元。青海旅投的破产只是第一张倒下的多米诺骨牌，接下来更多的省市级文旅平台将面临清算与重组。2025年第一季度，文旅数据看起来一片欣欣向荣，出游人次同比增长26.4%，总花费增长18.6%。但深挖数据你会发现，利润早就被平台、补贴、折扣吞噬。各地拼命补贴抢客，抖音团购价、携程预售价、地方消费券，把景区逼成了赔本赚吆喝的角色。以云南某5A 景区为例，门票原价120元，平台补贴后仅卖59元。游客多了，账上钱却更少了。政府补一点，平台贴一点，景区亏一点。一位景区负责人苦笑，大家都在用命换流量。更可怕的是，这些假繁荣还在被包装成文旅复苏的成功案例。
电视报道热闹非凡，新闻稿件洋洋洒洒，唯独没人提一句亏损额是多少。文旅产业本是拉动内需、促进就业的软经济，可在 GDP 考核与政绩冲动双重驱动下，变成了重资产陷阱。一个古镇动辄几十亿，一个景区就要100亿配套，最后游客寥寥，债务累累。这场文旅狂欢本质上是地方债的又一次假复苏，财政收入不足，债务压力剧增，外资撤离，内需萎缩。当中央要求以文旅带动地方经济时，各地拼命上马项目，哪怕明知不赚钱。最终，旅游业变成了地方政府自我麻醉的一剂镇痛药。2025年4月，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，全国财政赤字率再创新高，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已突破41.6万亿元。而在这庞大的债务中，文旅项目的直接或间接关联比例高达 11.2%， 也就是说，中国至少有 4.6 万亿元债务被埋在那些门可罗雀的古镇、冷清的景区、荒废的度假村里。2024年底，不少地方政府在总结会上宣布，文旅市场全面复苏。然而事实是，这场所谓的复苏，更像是透支未来的反弹。当全国百姓储蓄率创新高，消费信心跌入低谷，旅游行业的短期火爆只是被压抑需求的集中释放。热度一过，现实回归，游客口袋空了，景区账本红了。中国旅游正在重演房地产的剧本。当泡沫破裂，所有人都要面对赤裸的真相：古镇不是文化，是债务包装；景区不是产业，是财政通道；热闹不是繁荣，是回光返照。中国旅游正进入一个破产时代，破的是项目的账，烂的是地方的脸，塌的是一整套掩盖问题的叙事。青海旅投的倒下只是开始，接下来更多的旅投系国企，更多的地方文旅平台，更多的投资幻想，都会在这场经济寒冬中被清算。青海旅投只是破口，真正崩塌的是整座以繁荣幻觉支撑的经济大厦。